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一下海关数据这资料到底是哪里来的，以及它的合法性。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国家有在开放这个海关数据，以及这些国家开放海关数据的动机是什么？要在讲海关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要从最早开放海关数据的国家美国开始讲起，以及美国在196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就叫做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中文我们这里把它翻为美国资讯自由法。这个资讯自由法就明确了规范民众以及媒体索取资料的权利，以及美国政府单位公布这些资料的义务，规范了有哪些资料可以查阅，这些资料公布的形式，以及公布这些资料的时效性。美国海关如果你到他们官网上面的话，你会发现美国海关其实也受用这个资讯自由法的规范，因此美国海关它就可以依法办理，把这些他收集到的资料以规范的方式开放这些资料。不过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国有在开放这个海关数据，这10几年来其实有很多国家也有在开放他们自己国家的海关数据。有哪些国家呢？先给各位看看目前为止市面上资料库最齐全的 TraceBug 海关数据平台，有开放的国家有50几个左右，都列在这里。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各国愿意开放这些资料的详细度不尽相同。如果拿美国来当作例子，美国这边虽然是全世界最早开放这个海关数据的国家，但他们有些资讯他们也是不愿意开放的，例如报关金额。但是有其他的国家，他们就不像美国有这种顾忌，他们甚至会把一些报关金额税则编码物流资讯甚至一些税则资讯都把它公布出来。各国开放这资料的动机其实都不一样。美国海关是因为说它有美国资讯自由法的规范，其他国家公布这些海关数据的动机，有些是因为了防止贪腐，为了防止逃漏税，或是为了防止垄断等等原因。总而言之，像 TraceBug 这样的平台，他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集结各国有开放海关数据，把这些规格不统一的资讯集结在一起，整理放到相对应的栏位，方便我们的搜寻让我们可以在统一的格式、同一个平台，那也提供我们分析功能，让我们可以去解读这些资料。那间接性的，我们这些资料做外贸的厂商来讲，就可以活用它如何找潜在的采购商，如何验证采购商采购时机、采购量到底都跟谁采购，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追踪竞争对手。那详细的操作我们都会在下几部影片详细跟各位介绍。